前一秒，卢卡申科还表示，白俄与波兰是搬不走的邻居，这种安排是上帝的赐予，两国关系不能说断就断。下一秒，白俄防长就公开发言，认为俄白两国与北约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，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直接冲突。为了应对白俄与瓦格纳带来的压力，波兰举行冷战后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，亮相大量装备，向俄白两国释放出强烈信号。同时还将在边境地区增派大量兵力，前线士兵将拥有随时开火权。从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的那一刻开始，与北约之间的直接碰撞就已经在进行了。此前，俄罗斯最多在国际上谴责一下，但在入侵乌克兰之后，双方之间的言语争论变成了实打实的枪林弹雨。乌军借助北约援助的武器，不知道消灭了多少俄军。前两天，火力军还做了一期关于俄军28.4万副高的影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火力军主页观看一下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援助乌克兰的队列中，这场入侵战争已经演变成了全球对抗。这也使得白俄防长公开表示，俄白两国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，尤其是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之后，如果两个集团发生了直接冲突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波兰。波兰与白俄之间的边境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。在数年前，大批来自中东与非洲的难民试图借道白俄进入波兰、立陶宛等国家。一直以来，白俄在边境管理上过于放松，这为大量难民进入东欧带来了条件。随着白俄与俄罗斯之间的同盟关系越来越紧密，甚至签署了一体化协议，导致白俄也成为欧洲国家的制裁对象。这种行为引起波兰等国家的强烈谴责。自从瓦格纳驻扎白俄境内之后，波白两国之间的边境局势就变得愈发严峻。从7月底，白俄部队就与瓦格纳进行联合训练，并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。普里戈金也表示，瓦格纳只是暂时退出乌克兰战场，为了回报白俄收留之情，在这段时间要将白俄部队训练成世界第2。卢卡申科甚至公开表示，瓦格纳天天闹着要去西边，表示想去华沙与热舒夫旅游观光。波兰表示，瓦格纳有上百人前往波白边境，打算对波兰发动混合攻击。另外，还有2架白俄直升机在训练的时候入侵了波兰领空。8月7日，白俄又宣布与瓦格纳举行军事演习，演习内容以乌克兰战场为基础，进行坦克、机械化步兵等其他兵种的协同作战，另外还有无人机的使用等。演习地点选择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，位于波兰和立陶宛边境附近，并且靠近苏瓦乌基走廊。这条长度只有70公里的通道，可是北约和波罗的海3国之间唯一的陆上通道，同时也是俄罗斯本土与加里宁格勒飞地的连接通道。一旦丢失，后果不堪想象。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边境形势，波兰自然感受到了一些威胁，尤其是在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，波兰作为援助主力，很可能会受到驻守在白俄境内的瓦格纳的袭击。为了应对，波兰只能再度增加边防部队的规模，计划增派2000人。而在8月5日，波兰还表示，前线部队已经获得了随时开火权，士兵在得到命令后，可以在紧急时刻率先打响第1枪。为了给边防部队提供空中火力，波兰还派出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。在8月10日，波兰防长表示，仅增派2000人不足以缓解边境危机，于是便将人数增加到1万人，其中4000人直接加入边防部队的编列中，另外6000人则作为预备役。与此同时，波兰也在8月15日借助建军节举行了冷战之后的最大规模阅兵，亮相的装备异常豪华，出动了92架飞机、2000名士兵以及200套军事装备，包括 M1A1 主战坦克、海马斯火箭炮、爱国者防空系统、K2 主战坦克以及 K9 自行榴弹炮等。另外，波兰国产卡拉布自行榴弹炮的参与，火力军觉得波兰是想借助阅兵向俄白两国传递出信号。因为波兰早已不是以前的波兰，
近些年来，波兰在军事投入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不到2%提升到了4%的程度，远超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平均水准。单看最近几年，波兰就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采购列装新型装备，通过购买 M1A1 和 K2 坦克以及对原有坦克的现代化改造，其坦克阵容已经超过了英法意德4个欧洲大国的总和。如果波兰继续这种势头，将会成为欧洲的超级军事大国。而且，波兰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。如果北约继续支持乌克兰，波兰就是绕不开的中转站。北约训练乌军士兵的基地就设置在波兰境内。同时，波兰还担负着修复乌军受损装备的责任。除了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以外，不排除波兰直接下场参战。先是阅兵，然后再增派兵力。波兰似乎是在告诉白俄，自己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。与此同时，立陶宛也宣布加强边境兵力部署，打算在边境地区建造火力墙，阻止白俄罗斯的渗透。说白了，波兰和立陶宛已经将白俄视为北约敌人，两国也做好了相应的军事准备。联合部队一直在西部地区活动，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。德国防长也表示，德国和北约一定站在波兰一方，在开战之后将保护波兰东翼。目前，德国已经开始了动员，一旦波兰边境发生了特殊情况，德国将会采取紧急措施，进入波兰境内部署军事防御系统。相对来说，白俄这边就有点弱了。瓦格纳集团雇佣兵不到1万人，来自俄罗斯的军队也只有9000多，属于自己的正规军队则有7万余人。看似好像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，但是在北约联合的情况下还是不够看的。因为仅波兰自己就拥有17万陆军，还动员有数万国土防御部队。从美国和韩国订购的坦克、自行火炮以及装甲车也正在加紧交付，更别说还有北约其他国家的援军了。另外，受到乌克兰战场的影响，美俄在距离乌克兰数千公里的地区冲突也在快速上升。仅仅在7月份，美俄在叙利亚上空就发生了多次高度危险的对峙。7月5日，美国指控3架俄军战机在叙利亚上空对美军 MQ9 无人机进行了极为危险的动作。俄军在无人机飞行路线上投放了带有降落伞的照明弹，迫使 MQ9 进行规避动作。7月6日，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又以相同理由指责俄军战机。俄罗斯也当即表示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俄叙演习空域内1天内9次违规。7月16日，俄军出动苏35拦截了美军的 MC-12 侦察机，迫使其穿过拦截机的尾流湍流，将4名美国机组人员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。7月23日，美国空军表示，俄军战机使用热铀弹击中美军 MQ9 无人机，导致无人机螺旋桨严重损坏。7月25日，五角大楼表示，一架俄军战机在24日击中美军无人机。7月26日，俄罗斯表示，美军 MQ9 无人机危险接近俄军苏34、苏35战机，俄军战机自卫系统自动启动，并发射了红外干扰弹。而在7月28日，美军 MQ9 无人机又差点与俄军苏34空中相撞。正常来说，俄罗斯的战略焦点应该是在乌克兰，这可是头等大事。美国也是如此，大力援助乌克兰，消耗俄罗斯才是最重要的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叙利亚却成为美俄博弈最激烈的区域。当然，这些对抗会不会影响乌克兰战场，目前还说不定，因为双方对峙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只能说美俄之间更加看不惯对方了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西部遭遇俄军最大规模空袭。俄军在8月15日凌晨对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和西北部的沃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。俄军至少发射了28枚巡航导弹，其中16枚被击落，造成3人死亡和多人受伤。这2座城市都靠近乌波边境。此前，利沃夫市曾被视为乌克兰的避难所，乌克兰一些政府办公室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将其作为基地，同时也是乌克兰与波兰和立陶宛的重要联络点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这2座城市靠近北约，显然俄军选择这里作为空袭目标，是想向北约施加压力。但问题是，靠空袭让乌军缴械投降行不通啊。而另一边，
乌克兰南部邻国摩尔多瓦也开始行动了，针对的方向就是德佐地区，别称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，是从苏联和摩尔多瓦自行独立的。在国际上，大多认为这是摩尔多瓦领土的一部分，但俄罗斯在2023年废除了这一承认。自2015年开始，俄军就长期在德佐地区部署3个营的兵力，人数在2000人。由于摩尔多瓦不允许俄军像以往那样驻军，所以目前在德佐地区的俄军大部分都是德佐本地的合同兵，全部兵力加起来也没有乌军一个摩步旅的人数多。面对这块有争议的地区，摩尔多瓦也硬气起来了，最近发布了一项新规定，所有属于德佐地区的经济实体必须在摩尔多瓦国家机关进行登记。此外，摩尔多瓦还发布了一项新规定，对德佐地区的名称进行更换，此前是用大写字母表示，如今完全改成了小写。一般来说，大写代表着特指，如今改为了小写，很明显是在表示一个态度：德佐地区属于摩尔多瓦的。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问题，已经持续了不知道多少年了。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之后，虽然在7月的北约峰会上，北约重申乌克兰未来将加入北约并简化入约流程，但并未发出入约邀请，也未给出乌克兰入约时间表。但近段时间突然有了一个说法，表示乌克兰可以割地求和，放弃那些陷入战火的领土，然后加入北约。看到这个说法，火力军想起此前卢卡申科的几句话。当时他透露，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让乌克兰以若干部分加入北约的方案，比如先让乌西地区加入北约，然后慢慢扩展到基辅等地区，最后再让乌东地区加入北约。这个举动说明都想让乌克兰加入，只是加入形式与瑞典、芬兰不太一样。当然，卢卡申科说的是真是假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火力军觉得，乌克兰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之后，就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结束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。果不其然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表示，放弃乌克兰对领土的主张，来换取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资格。乌克兰做不出这种事，唯一方式只有打败俄罗斯，不仅将乌东等地夺回来，就连克里米亚也要夺回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表示，北约将支持乌克兰未来成为成员国，但目前重点仍是帮助乌军击败俄罗斯，夺回属于乌克兰的领土。只要乌克兰有需要，北约将一直对其支持。所以火力军还是愿意相信，在乌克兰战胜俄罗斯，夺回所有本属于乌克兰的领土之后，加入北约就不再是问题了。而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就需要北约在军事装备上的倾囊相助了。F-16、F-18以及其他先进装备，该训练的训练，该援助的援助，俄军不退，乌克兰死不后退，绝不接受任何形式上的谈判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乌军能在战场上尽快占据优势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